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《民间尘封录》。那是几年以前夏天的事情，当时的天儿很热，我在单位热得像要熟了一样。最后没办法，我威胁我们局长我要自杀。局长说，为了省付棺材的钱，决定放我10天的假期，让我到外面去避暑。当年康熙有地方避暑，现在我上哪儿去避暑呢？哎，封建社会就是好啊，有那么多的美女陪着，找个大水泡子，扑通的往里面一扎，随后就搂着一大群的美女在里面，我就不说干什么了。可是现在谁陪我啊？谁陪我在里面呢？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五哥，本来指望这个老不死的给我出个主意，谁知道他居然没羞没臊地跟我说：“刚子，我陪你去吧，我也热。”当时给我气的我就答应他了。我们选定了一个地方，收拾了一下东西，找朋友借个车，向着美丽的哈尔滨出发。松花江，黑龙江省的玉带，哈尔滨天鹅颈下的明珠。我和五哥在江边找了一个旅店住了下来，把车放好，就向江边走去。我问五哥：“大哥，找个地方歇一会吧。”行，顺着江边继续往前走，看见路灯底下有2个人坐在那里下象棋，旁边还摆着啤酒、花生、西瓜、烟。五哥在旁边说：“这是下棋还是下酒啊？真舒坦呐！”我们向他们走了过去，2个人看了看我们，也没说什么，继续在那里下。最起码我们知道观棋不语，所以人家也没管我们。其中一个人走了一步马，喝了一口酒，说：“下完这盘就回去吧，都10点了，这几天江边不消停，还是早点回家吧。”那个人看了看这棋，说：“是啊，我老婆也让我早点回去呢。这江边2天死一个，谁受得了？你说也是邪了，这江本来1年淹死1个2个的，怎么这会拽人拽得这么勤呢？谁说不是呢？”我一听这事儿挺有意思，我就问大爷：“你们说这江里怎么了？2天就淹死1个啊？这水很深吗？”一个老头喝了一口啤酒说：“你是不知道，这江啊，说深不深，说浅不浅。天天这里不少外地人，大家都在一起游泳，说不上谁就被抓走了。碰见有钱的，还能找人捡回来个尸体；碰见没钱的，也就留下一身衣服了。哦，大爷，淹死几个了？都什么样子的人啊？”那个老头看了看和他一起下棋的人，说：“四哥，现在淹死的怕是有6、7个了吧？”“可不是嘛，有6、7个了。小伙子，你们是外地的吧？来了玩玩就好，别往深地方去。老人说得好啊，淹死会水的，打死犟嘴的，出门在外可要担心啊，爹妈都在家等着呢。”“哦，谢谢你们啊。我们今天才到，我本身也不怎么会游泳，深的地方我们就不去。我倒感觉这2人不错。”老头看着棋盘说：“这就对喽，出来就是个心情。江，老六，你输了，不过我可不服你，咱们明天再来。”“行，明天再来，走，回家睡觉。”说完，2人收拾了一下东西，慢悠悠地向我们来的路走去。我和五哥说：“老不死的，知道不？没事别下水，小心淹死你。要不回去，我可没法交代。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”玩疯的时候跟个傻子似的。走，我们也回去睡觉。第2天，我们准备好了泳裤，拿了几瓶饮料，找个妹妹多的地方去下水。来到江边，正好是艳阳当空，这气温少说也有30摄氏度。你说这么热的天，我不游泳，我对得起谁？看着江边游泳的人，少说也有个1800的，跟下饺子似的，扑通扑通的。无数美丽的比基尼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一个个小蛮腰，一会就给我腰迷糊了。
不骗你，整个江边绝对是人山人海，色彩缤纷的泳装把松花江点缀着异常美丽。孩子的嬉笑声，男人的豪爽声，把整个江面弄得是怎么说呢？形容不出来，反正就是人多。我们挑了一个合适的地方下了水，一步一步往里面走着。哇，这水真凉啊，汗毛都立起来了。可是随后便是一丝清凉透遍全身，爽！我一边在水里游着，一边看江中的姑娘。五哥一个猛子扎了挺远，从远处露出了脑袋，抹了一下脸上的水，说：“刚子，这里是好，难怪这么多的人上这里来洗澡，真舒服啊！那是，这松花江可好漂亮了，一会带你去太阳岛玩一会，那里更好玩。”我一边和五哥说话，一边看江边上下来10多个姑娘。哎呀，老漂亮了，真白啊，馋死我了！看着她们慢慢地走进水里嬉闹的样子，我都快晕了。我游回五哥的身边，看见五哥在和一个男人聊天，我凑了上去，听他们说话。五哥说：“照你那么说，这人要是掉下去，就很难找上来了，是不？”那个男人：“那是，这江多宽啊，真要是掉下去了，一般的时候就没办法了。我已经给他们捞好几个了，全是在下游捞上来的，你们可千万要注意安全啊。”迷信点说，这里的水鬼可要抓替身了。五哥看我来了，介绍了一下：“刚子，这位是这片水面的救生员，刚才和他聊了一会，咱们昨天听的是真的。”我一听，真的是这么回事，这水里真有水鬼不成？五哥告诉我说，水里确实有水鬼，可是大的地方都有河神统领，他们淹死了以后，怨气化解不开，所以样子比较丑陋。不过他们不是常害人的，一般是3年一次，因为没人来替他们，他们就没办法投胎。靠，真神秘！我说，刚子，你别不信邪。有机会我让你看看。游了一会也玩累了，我和五哥上了岸，坐在岸边喝着饮料，欣赏着无边的春色。一会旁边一群女孩子哭了起来，人们一下子全看他们，其实大家心里可能都知道吧。我和五哥也向着哭的地方走去，看在前面有10多个女生哭着，其中有个女孩子哭着说：“大爷大哥们，我们是学校的学生，刚才和我们一起的下去的一个同学到现在还没上来，求求你们帮帮忙啊！”一群女孩子一起哭了起来，看着都让人心疼。不到1分钟，刚才那个救生员走了过来，问清楚从哪里下的水，连头也没回，就一个猛子扎了进去。这个人水性真好，在水里20多分钟没出水面，一会露头的时候在水里摇了摇头。那些女孩又接着哭了起来。这时正是人多的时候，大家看出了这事，也就没什么心情再去游泳了，都收拾了一下东西，能走的走了，还想玩的也就是在旁边放风筝，谁都不敢进水里。我和五哥回到了旅店，我躺在床上琢磨着，怎么回事呢？这有完没完？靠，这水鬼真是给脸不要脸。我和五哥说，五哥，你想个办法啊，别白来一趟，能不能做点人事啊你？如花的年纪就这么没了，哎，真让人心疼啊！你说这女孩子的爹妈要哭成什么样子啊？哎，刚子，生死有命，也是不能强求的，看看再说吧。晚上我们去江边，五哥，你会弄吗？这个时候真靠你了。我虽然是个警察，可是也有我管不了的事情，真的麻烦你了。五哥笑了笑，没说话。一会五哥告诉我去买点东西，我说买什么？五哥说买条鱼，要鲤鱼，买块红布，买只活公鸡，还有3斤白面。我去街上先买了鸡，然后拎着鸡买鱼，又去买了一块红布，买白面。在回来的路上碰见了一个和尚，这个和尚一直看着我，我被看得很不自在，
就向他走了过去。师傅，我哪里不对吗？那个和尚摇了摇头，从兜里拿出一个佛珠给了我，对着我念了一声佛号，转身消失在人群之中。我也摇了摇头，弄不清楚怎么回事。算了，回去吧。回到旅店，把东西都弄全了，鲤鱼找个盆装了起来。五哥说必须要活的，先养着吧。过了一会，我和五哥说刚才遇到的事情。五哥问我，那个和尚多大？看样子有40多岁了，头上有点麻油，把佛珠拿来给我看看。我把佛珠给五哥看了看，五哥说，这人是一个挂单的和尚，看出来你有什么事情了，才给你的这串佛珠，你保管着吧，这个东西对你有用，这是开过光的。哦，行，我带上。说完，把黑色的佛珠往手脖子上一套，转身躺在床上开始睡觉。晚上11点的时候，五哥叫醒了我。我们拿着东西在江边一个没人的地方停了下来。其实这个时候基本都没人了，谁知道五哥怎么想的，偏要走这么远。这里的水倒是很宽，水里也长出了不少水草。五哥拿出一个绳子系在鱼鳃上，把另外一头系在旁边固定好，地上铺了一块红布，红布旁边是他从家里带出来的一个钵。五哥把白面倒在钵里，在一棵树旁摘了一根树枝，把白面抹平了。五哥让我把鸡拿过来，用手指在鸡冠子上掐了一个小口，滴在白面上几滴血，然后用中指对准鸡，不知道画了什么，那只鸡就乖乖地蹲在地上不动了。一切弄完已经12点了，江边的夜色也真的是恐怖，怎么这个时候一点风也没有呢？五哥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子，弄了一点像粉底一样的东西给我，让我抹到脸上，站在他旁边。我闻了闻，这个东西有点怪味，可能是辟邪的东西，就把五哥给我的全都抹在脸上了。一会，五哥拿出一张符来，在空中一晃就着，他把符放到地上，又拿出来一打，向空中撒去。黑夜里，一张张黄色的纸，写着血一样的字，在空中飘着。我的感觉身上不禁一阵冷风。天哪，是不是有个烟混向我这里来了？五哥对着空中念道：此处何神？正直之神，执掌冥界，统帅阴魂。我今虔诚，请降来临，是以解惑，分剖云云。过了一会，我感觉到空中有一股腥臭气味慢慢地向我们这边飘来。蹲在地上的鸡突然一下跳了起来，跳得很高，羽毛都落了不少，扑通地掉在地上死了。忽然，五哥前面的红布上出现了一滩水印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。五哥对着红布点了点头，说：青龙如海，吾请何尊来详细理，转寻阳身。五哥拿出一张符，慢慢地瞥向空中。这张符不知道怎么着，下降的速度特别的慢。等符落到地上，五哥慢慢地站起身来。突然，五哥用手指了指平静的江面，我紧跟着望去，在黑色江面上的水草边，竟然飘着一个人头。他在水草的边上一沉一浮，慢慢地飘着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。妈呀，我的腿怎么又动不了了？五哥小声地说：刚子，你去捞上来吧。滚！你他妈怎么不下去？就我这水性，下去就上不来了。等我再回头看的时候，那个人头已经没了。哎，吓死朕了！五哥笑了笑，没说话。五哥说：刚子，你顺着这条线把鱼拽上来吧。我弯腰，慢慢的一边向江边走去，一边往上拽去。明天就吃你了，也不知道你是公的母的。鱼这个东西不分公母吧。突然，我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一个穿着泳衣的女人，长长的头发披在脸上，身体渐渐地漂浮出水面，慢慢地向我走来。在月光下，她竟然是睁着眼睛的，她的脸都泡变形了，而且她的手脖子上
居然系着那根线，我把他拽上来的，是我把他拽上来的吗？我操，我怎么能把他拽上来呢？我连滚带爬的跑到五哥身后，五哥还笑着说：刚子，我不是让你把鱼拽上来吗？你怎么拽个烟混上来？明天我们吃啥啊？我操，你个老登，这个时候你和我说这话，五哥，我求你了，你先把他弄走吧。话音刚落，那个女人，不，女鬼已经离我们有1米远了。五哥伸了一下手让他停下，他就站在那里不动了。我虽然躲在五哥的身后，可是我还是能感觉到他身上的阵阵凉气。一阵阴风吹来，他的头发在空中飘舞，一张变形的脸，睁着一双有些腐烂的眼睛盯着我们。我好像要坐地上了，我努力地把住五哥的肩膀，不让自己坐在地上。五哥感觉到了刚子，没事，他不伤人的。刚才我叫河神送上来一个问问，顺便说一下，你能不能下来？兄弟，你200多斤，我背不动。哦，我说我怎么感觉腿软呢？靠，脚都离地了。我从五哥背上下来，可是我本能地躲在五哥的身后说：五哥，你问吧。五哥问他：你现在能说话吗？他摇了摇头。你是最近被淹死的吗？他点了点头。你是被他们抓去做替身了吗？他摇了摇头。五哥也摇了摇头。我和五哥说：你问他是不是被人杀了？他点了点头。靠，我蒙对了。五哥问：你知道谁杀了你吗？他摇了摇头。五哥说：哎呀，这不好办，你现在还没到7七49天，还不能说话。你知道你是怎么被人杀的吗？他站在那里伸出了自己的脚。五哥让我去看。靠，我才不去呢，这么黑的天能看见什么？五哥笑了一下，向他走了过去，看了半天说：刚子，他脚脖子上有个勒痕，后下是被什么东西勒的。我没说话，也不敢说话了，因为我看见那个女人在抬脚的同时，竟然直勾勾地看着我。五哥起身，没说什么，拿出一张符，在空中一挥就着了，对着半空说：随灵降，魂魄藏，龙牵水，进汪洋，射。一会儿，看那个女人转身便走进水里了。当水到她腰的地方，她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感觉没有刚才恐怖，可是那一眼却说不上来什么感觉，有点乞求的味道。五哥拍了拍衣服的灰尘：刚子，完事了，回去吧。我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江面，一会才说：真的都走干净了，别吓我。靠，骗你，我是你儿子，都走干净了。我依旧看着江面说：鱼呢？鲤鱼是去帮我和他们沟通的一个桥梁，鱼走了，他们才牵着线上来的。五哥说：我看了看表，已经是半夜1点多了。我看五哥稳定了情绪，我问他：哥，我饿了，还困，咱们找地儿吃饭吧。这点还有吗？我们找到一个小店吃了点饭，回到旅店就睡觉了。第二天早晨，五哥不情愿地起了床，我们收拾完了东西，吃完饭，来到江边派出所。到了那里，我表明了身份，问他们可不可以提供一些资料，毕竟人家是大城市的公安系统，人家真的要是不给你，你也没办法。可是他们真的不错，看我们去了还给倒水，很客气。我对他们的接待人说：大哥，我是这么想的，这江水再怎么深，也不可能2天一个，我想这里指定有问题，可能人为的因素比较多吧。我们干警察的，总不能拿老百姓的命开玩笑吧。如果你们看我是外地的，那么这个事情我可以不参加调查。如果你看我算是一名警察的话，我想请你给我点资料，只要一点资料就好，别的我自己办。那个同志说：你客气了，你来调查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，怎么能不让你查呢？你一个外地的警察都能这么热心的保卫老百姓的切身利益，让我们这里的警察脸面上都过不去了。我们还是要向你们学习的，而且你是国家在编的警察，你有权利在全国进行执法。对于这个事情，我们已经向市局报告了，市局明确指示，现在到这里旅游的人多，
让我们不惜一切的代价查明原因，要不闹得人心惶惶的，很容易造成对哈市的不良影响。我们这里天天也在抓紧时间查呢。既然来了，你就说吧，你想了解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我就想看看有几个淹死的，看看死者的资料。好的，一般死者的家属都会到这里来报案，我们现在已经接到7起失踪的了。来，这些是资料，你先看看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再来，我们随时都欢迎你们的。我站起身，激动地和他握了握手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，也希望有时间你去我们那里做客。吃完饭，我带着资料回到旅店，我把资料往床上一扔，去倒了一杯水。五哥顺便拿起来看了看，说：“刚子，真的是巧啊，你几个人可都是富贵相啊，这几个人里最少的恐怕也是几百万以上了吧？”我拿起资料看了看，一边喝水一边说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们都有钱？和你说，你还不懂？问什么？问！”五哥一边说一边躺在床上。别说啊，这几个人要是真有钱的话，打捞他们可就赚大钱了。我说：“你以为这是好干呢？从水里捞人那可不比在陆地上，命不硬下去你就上不来。你这是跟鬼争替身啊，谁能弄过他们？哦，明天我也去打捞吧，一次弄个18000的花花，多好！”五哥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啥？兄弟，你脑袋让门公子抽了吧？这帮人死一次没个几十万，你还想捞上来？可能吗？靠，真的假的？捞个死人这么值钱？那是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这是有数的东西。一个几百万的富翁就这么死了，他的家人能干嘛？光意外保险就是多少钱？找尸体那是必须的。我躺在床上点了一根烟，仔细地看着他们的资料。五哥说的没错，他们真的很有钱，每个死者底下都注明了打捞的悬赏费用，有20万的，25万的，靠，还有60万的。这哪是捞人啊，这是捞银啊！看了半天，感觉案子一点头绪也没有。看了看表，才下午1点多。哎，饱了困，饿了懒，大中午的，先睡会觉再说吧。醒的时候已经是快下午4点了。我推了推五哥，五哥迷糊着眼睛问我干啥。走，去江边溜达一会。我们边走边聊，很快到了那天老头下棋的地方。这2个老爷子依旧摆着棋盘，喝着啤酒，出车跳马的，还不热闹。周围也围了能有6、7个人在看。我和五哥走上前去说：“老爷子，我们又来了，怎么样？输了赢了？”那个老爷子一笑：“小伙子，我要是输了，今天就不回去吃饭了。”我笑了笑，没说什么，就和五哥在旁边看着他们下棋。过了一会，有个围观的人说：“哎，今天看来又要扔一个了。”有人问：“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”昨天没事，今天弄不好又要掉江里一个了。你说这江也怪，怎么拽人拽得这么勤呢？有人答道：“哎，谁知道呢？如今这世道，什么事情都不好说了，一天到晚的往里拽人，真的不行就找个人来看看吧。”看什么看？政府出钱还是你出钱？我和五哥笑了笑，告别了老爷子往回走。来到江边，看着水里只有几个胆子大的男人在那里游泳，台阶上的救生员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江面，后瞎随时等着什么事情发生。我走到跟前，拍了他一下肩膀，坐在他的身边：“哥们，今天怎么样？没什么事吧？这都快5点了，一会水就凉了，也就没人再玩了。”他说：“哎，是啊，千万别出事才好。我们现在天天轮流着看，真怕再出点什么事。哎，这人啊，就是没记性。中午的时候游泳的还和往常一样，你说他们就不能消停一会吗？你看，这都快5点了，这几个老爷们还在这里玩呢，没个大样儿。”我说：“大哥，这里来的外地人很多，谁也不能知道这里这么多事，你也自己放宽心吧。”哎，也是，人的命天注定，世道上死的水里淹不着，
想多了也没用。一会，江里洗澡的几个人上来了，他伸了一下懒腰，说：“哎，今天可算完事喽，平安就好哦，兄弟，我也先回家了，你们慢慢玩吧。”说完，起身拍了我一下肩膀就回家了。我和五哥看着他的背影离去。五哥说：“救人真的是一件功德啊！行了，别瞎感慨了，走，到点了，打食儿去吧。”正当我和五哥要去吃饭的时候，江边来了几个人，一看就是身份高贵的主儿。有一个女人能有50岁，一双眼睛哭得通红的。她对手下的人说：“去，把他们管事的给我叫来。今天我不管花多少钱，我一定要把我女儿的尸体给捞上来。快去！”旁边站着一个穿西服的男人，点了一下头，就向江边的派出所走去。一会，一个着装的警察出现在那个女人的身边。那个女人一边擦着眼泪，一边说：“我女儿才21啊，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把我女儿的尸体捞上来。我现在悬赏50万，谁捞上来就给谁。”说完，带着一帮人就走了。我看了看五哥，五哥笑了笑：“哎，现在人有钱就是大气。”看看他们也走了，我和五哥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，先吃饭要紧。说完，就找了一个饭店走了进去。服务员很热情地招待了我们，我们也是吃得沟满壕贫。刚吃完饭，看见江边的救生员走了过来，也在这里买了2个菜回家吃。我上前打个招呼：“哥们，来买菜啊？懒得做事不？”“是呢，明天组织人打捞，还要累一天呢。今天早点吃饭，早点睡觉，养足精神好干活，是这个理儿。你忙吧，我们先走了。”我到旅店，我问五哥：“五哥，要不咱俩去找吧？50万呢？靠，要多少是多啊？虽然咱们水性不怎么太好，可是在江上应该没什么事吧？怎么样，去不？兄弟，财迷了吧？你确定你的命里能有这50万吗？靠，少跟我说没用的，努力就行了呗。你找个办法在水中定位。到时候咱们不就是手拿把掐了吗？刚子，其实你想的办法不错，可是这江水少说有50-60米宽，长度、深度咱们先不说，就说这宽度，就算你能过江，可是要在水中游那么长的时间，就我们2个人，那可真是大海捞针啊！我可以在水下给你定位，可是那是尸体最后咽气的地方，这水这么大，你知道冲哪里去了？这么说吧，人家有船的都未必能捞上来，真的假的？五哥，不行，咱就去试试吧。怎么样？别白瞎了这50万呢。也行，这多少是个机会，能不能捞到就看我们的命了。行，现在吃饱了喝足了，咱们睡觉，晚上再说。为什么是晚上？第一，现在人多，不好下水。第二，晚上阴气重，好给尸体定位。对了，你去买瓶白酒吧，晚上下水的时候去寒气。行，你先睡觉。还要什么东西？我去买回来，别的也就不需要什么了。再买条鲤鱼，还要2副潜水镜。哦，行，你睡吧，我现在就去买。等我睡醒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10点了。看着桌子上的酒和鲤鱼，哎，潜水镜没买，太贵了，不舍得。看了看，基本上都准备的差不多了。我叫醒五哥，五哥检查了一下他的东西，点了点头。我们就走出旅店，向江边走去。五哥和我来到我们游泳的地方，虽然10点了，可是还是有不少的人在江边活动。五哥叹了口气，没办法，等人走吧。快11点的时候，人几乎都走干净了。五哥拿起鲤鱼，对他喷了一口白酒，然后伸出食指，对着鱼开始画圈，一边画一边说：“天下神兵，八卦之精，射到神将，鸟飞龙下，鱼化丹丘。”画完，他把鱼放进水里。五哥说：“刚子，赶紧脱衣服，一会这鱼该醒了。”杀！你把鱼给灌多了，那他怎么领路啊？靠！
炖了得了。别废话，快！这鱼被酒精喷了一下，我还压了一张符，基本能挺15分钟。现在马上脱衣服，要不一会就鱼就醒了，一醒就领不了道了。不领道干什么？靠，你杀啊！跑了！哦，说完，赶紧脱了衣服下水。呀，这水挺凉啊，汗毛都立起来了。月亮当空的照着，星星也不知道跑哪去了。一阵阴风吹来，我不禁打了一个哆嗦，心里琢磨：不是吧？烟混就在我旁边，越想越怕。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肩膀，啊，谁？本能的一回头，五哥已经脱了衣服站在我身后。刚子，想什么呢？集中精神，看着这条鱼。哎，既然来了，就找吧。怎么也是50万呢？看着鱼慢慢的在水中游动，我和五哥跟在他的身后，走了能有10分钟，鱼停在了能离江边不20米的地方。五哥看了看说：“看来就是这里了。”我看了看这个地方，周围没有水草，也没有沙坑，水深也有1.6米，正好可以在水中露出一个头来。是啊，现在我们的范围就在离江边20米的地方，我感觉我们马上就可以找到了。五哥，前面是深水了，这个江的对面就是太阳岛，那里的水不是很深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就是这江的最中间。听别人说，这江水可是好几10米深呢。今年水不大也不小，咱们千万要注意安全。走。说完，我和五哥一起又钻进了水里，向江心游去。水越来越深，我也感觉到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。这水中有股土的味道，可能是水真的很深，要不我不能感觉到这么冷。我伸出双手，慢慢地在水中划着，努力地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，不时地出水面。我感觉到了，已经到了江心了。水越来越冷，我也越来越肯定我的思路是正确的。我看见五哥出水面的时候，五哥问我怎么样，我摇了摇头。我们的腿在水中滑动着，手在水上来回地游着，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停在水面，补充好体力，向最深的地方游。当我和五哥都准备好的时候，我们2个一起牵着手，使劲地向水里钻去。2个人在一起就是好，第一可以互相照顾，第二可以扎得更深。足足的一口气，我和五哥钻到水下10米的地方，眼睛已经是睁不开了，只能靠着自己的双手胡乱地在水中乱抓。我和五哥离着很近，有时候他抓我一下脸，我抓他一下脸，想想在水里还挺有意思。过了一会，我已经没什么力气了，想出水面，使劲地又往下抓了几下，依然什么都没有。我平着身子在水里往前蹬了一下，身体自然地向上一挺，瞬间便出了水面。我摸了一下脸上的水，看见五哥已经出来了。五哥笑了笑说：“我看你现在挣钱是不要命了，在水里怎么待这么长时间？”嗨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感觉没错。五哥，你要是累了，你就打会漂，浮在水上别下来，一会我上来你再下去啊。五哥说：“没事，我还挺得住。不过刚子，这水也太深了，咱们这么钻也不到头啊。要是凶手水性好，别说咱们了，除了鱼，谁都看不见了。”五哥，这尸体在水下是被绑了一个绳子的，时间长了尸体自然是立起来的，所以我们不用钻得那么深。我现在就是不死心，真的，我就感觉尸体就在这片儿。我现在就下去。接着猛吸了一口气，使劲钻到水里。我的腿在上面，手在下面使劲地往下滑。突然，我抓到了一把长发，我借着向下的力气又抓了一把，可是什么都没有。我努力地睁开眼睛，啊！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张脸，他的鼻子靠在我的脸上，双眼直直地看着我，头发在水中乱舞，2只手自然地向上，就好像要一下把我抓起来一样。我惊讶地在水里叫了一声，一下就把我呛到了。也就在同时，我浮出了水面，呛死我了！要不是我跑得快，非弄死我不可。
我摸了一脸上的水，睁开眼睛，看见五哥已经游到我身边了。刚子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五哥，五哥我看见了。刚子，你别急，说，看见什么了？是尸体吗？我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现在我的气管都难受，也没精力说话。五哥帮我敲了敲后背，我缓了一口气说，五哥，真在底下，刚才可吓死我了。那个尸体就直立在半空中，头发那么老长，在水里飘着，脸都变形了，手在头上扶着，眼睛直勾地看着我。哎，真他妈吓人啊！五哥说，刚子，你看清楚底下的样子了吗？没呢，我刚才一害怕就上来了，吓得我气都不够用了。好，刚子，你真是能干啊！呵呵，我也下去看看。说完，五哥也扎进了水中。过了一会，五哥出来了，靠，谁这么缺德，干这损事儿，吓死我了！刚子，你看没看见？喉下不止一个呢，有2、3个呢。啊，我怎么没看到？我下去看看。钻进水里，心里没有刚才那么害怕了。可是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下面的景象还是让我消化不了。进入我眼帘的是刚才那个女人，离她不远的地方还有2具尸体悬浮在水中，样子几乎和那个女人一样，都是睁着眼睛，脸也被水泡得膨胀起来，脸上的皮肤有的已经起层了，就是贴在脸上的一块皮在水中飘着。有1具尸体泡的已经看不见眼睛了，脑袋像球一样大，眼睛就是一条缝，就好像一个死人在黑暗的水里冲着你笑。我憋着一口气，慢慢地摸着尸体的身子向下找，接着从我的手上传来一股直入心底的凉气。我摸到了一个有2指宽的一个铁链子，上面已经有了一层水锈，用手一摸就沾了一手的铁锈。再往下，居然是一个大石头，实在是憋不住气了，一挺身穿出水面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五哥说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3个呢，真他妈吓人是啊，刚才给我都吓够香。刚子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捞上来吗？不用，有人捞的。什么意思？先别问了，现在几点了？五哥想了想说，表在旅店呢，现在少说有1点了吧。我点了点头。走，五哥，找个浅点的地方站一会准备抓人啊。你怎么就知道人来？五哥，你脑袋上锈了，他现在不把尸体弄下游去，你让他明天自己过来拿啊。全队谁都捞不到，就他捞到了。他是谁啊？哦，你说的对。说完，我们向浅的地方游了过去。五哥不太累，游回去取了白酒和衣服回来。我一上岸边才知道真冷，冻得我直打哆嗦，上牙打下牙的。五哥给我喝了一口酒，我才缓过来一点。我和五哥坐在岸上，向刚才下水的地方看了看，我们少说也游了100多米了。哎，总算没白忙活。五哥说，刚子，现在1点多了，他什么时候来啊？按生物钟来计算，人在早上3点的时候是最困的，可是现在是夏天，3点的时候天几乎已经有点亮了，再加上扫大街的3点的时候基本都出来了，所以不太可能，也就是现在或是过一会的时间最好。就算我们刚才在水面上，它也是看不见的，水是黑的，我们头发也是黑的，再加上是晚上，想看见少说也得10米之内吧。五哥喝了一口酒说，那你的意思是一会还要下水啊？那是，不下水你怎么看得见他啊？好，兄弟，再喝一口，下水抓人。好，喝完了酒，我们在岸上活动了一会，五哥还把他的药给我擦了一些，要不这么多蚊子可真的受不了，在耳朵旁边一嗡嗡，身体就起鸡皮疙瘩了。活动了一阵子，刚要准备下水，就看见我们刚才下水的地方来了一个人，虽然离着很远，可是他很聪明，居然拿着一个手电。嗨，小样，你就死在手电上了，要不找你还真费事。我和五哥说，看怎么样，来了吧？走，下水藏起来，等一会我们在他身后看他干什么，吓死他。五哥一笑，和我下了水。
我们在胸口深的地方站了下来，就看见漆黑的江面上有一束手电的光，它很机警地照着周围。等离我们有一段距离的时候，我和五哥悄悄地蹲在水里，在水下，我感觉朦胧的一束光从我的头顶划过，我慢慢地把头伸出水面，看见了一个背影正在向江心游去。别说，卓人游泳真不错，又快又稳，一个手拿着手电，一点不影响他的速度。我和五哥在后面悄悄地跟着，一点声音也不敢出。虽然离有10米，可是如果他突然回头的话，还是能看见我们的。五哥在我旁边慢慢地游着，我从来没看见他这么恨一个人，咬牙切齿的。那个人好像习惯在水上找什么记号，在和对岸岛上的一个房子对齐的地方，一个猛子扎了下去。五哥马上就要冲上去，我拦住了他。我对五哥说：“现在先别急，等他把尸体拿上来再说。”五哥恨得牙齿痒痒，靠！等他上来，我扒他皮。等上来的时候，随便你就是了。刚说完，我们的前面起了一个水泡，我的心一下提了上来，哈哈哈！小样，你可算弄完了。一会，一个人头在水面悄悄地露出脑袋，正好背对着我们。我和五哥迅速地向前游了一下，我很潇洒地拍了那个男人肩膀一下，他抱着尸体啊的叫了一声，刚一回头，五哥忽地冲上前去，一拳打在对方的眼睛上，那个男人一下被五哥打到了水里。我随手抓住尸体，我把尸体抱好了，我在一边说：“五哥，我就不帮你了，你就打吧，别打死就行。”五哥抓住对方的头发就往水里按靠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？这么损的招你都想得出来，钱就那么好，钱就那么好！一边喊一边往水里按。五哥打了能有10来分钟，把那孙子给打懵了。五哥，没想到你也是很神勇吗？把五哥累得够香，抓住那个男人的头发一边往回游，我一边在后面跟着。等离江边有10来米的地方，岸上有几个手电来回的晃，干什么的？我大声喊道：“你们是江边派出所的吗？”岸上回答我们：“是江边巡逻队，我们这里有派出所的人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我喊好：“你们在那里等着，我们马上就到。”游到了岸边，五哥拽着那个人的头发上了岸，还没说话，两人一块被按到地上。我连忙喊是误会。等他们把尸体从我手上拿过去的时候，我和五哥累得全躺在了地上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才发现原来那个凶手居然是去饭店买菜的救生员。等我们缓得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和江边的巡逻队一起来到江边派出所。到那里，我和他们说了事情的经过，告诉他们我的工作证没在身上，不过你们这里值班的人可以作证。等我把所有的问题都交代明白的时候，他们的眼睛睁得好大，一个劲地翘着大拇指说：“哎呀，案子这么快就让你破了，真佩服啊！尸体找到不说，凶手也抓到了，真的是谢谢你了。我们这里的条件虽然不好，麻烦你和你这个朋友在这里委屈一晚，明天我们核对你的身份，而且我们还要连夜的审问犯人呢。对了，现在就给所长打电话。”不到10分钟，他们所长来了，一进门，原来就是那天值班的那个人。他看见了我，激动地握着我的手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一会才说：“哎呀，感谢感谢啊！没想到这么年轻的人能破这么迷的案子，真不容易，真不容易啊！今天你们谁也不许走，小王，你去买点好的东西，给他们2位庆功。”我连忙说：“大哥，别了，要吃我们明天再吃，我和我朋友还要去睡觉呢。”所长憨大笑：“兄弟，你想走啊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就算我没有理由留住你，你也知道，我一句话你就走不了。我就说要对你核查身份。嗨，今天晚上别走了。”我看了一眼五哥，五哥苦笑摇了摇头。我对所长说：“那好，那我们就打扰一夜了。”所长激动地说：“什么打扰啊？我们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呢。
我们明天就给你们单位打电话，给你们单位报喜。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，一会我们抓紧时间对罪犯进行突审。过了一会儿，小王带着一个女人拿了好多的吃的进了屋。所长笑了笑，说：“小王，你怎么把你嫂子给带来了？”小王说：“我嫂子就是想看看是什么样的人。”那个女人笑着说：“哎呀，小王把事情都和我说了，没想到这么年轻的两人就破了这样的案子，真的不得了呢！你们都饿坏了吧？我听说你们的事以后，亲自在家做了几个菜，来，坐下，慢慢吃。”我和五哥看到这个女人做的菜，全是家里炒的小菜。我和五哥这几天天天吃饭店，看见这么好的家常菜全都没样了。一会的功夫，连罐头带菜基本干掉一大半。我抽了一根烟，哎，真舒服啊！等我抬头看了一下，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已经开始审讯了。屋里只有一个小王和嫂子了。嫂子看我们吃完，收拾了一下桌子，就告辞了。我和五哥也找了一个地方开始睡觉，睡了不到3个小时，打捞队和死者家属都来了。所长讲述了昨天的经过，他们便一起走进屋子里面来看我们。那个女人抓住我的手，一边哭着一边说：“谢谢，谢谢你们警察啊！你们不但找到了尸体，还抓住了凶手，为我女儿报了仇，谢谢你们啊！”说完，拿出支票本来，开了一张支票给我。我心里急得直痒痒，可是我也不能拿啊。我说我们是警察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这钱我们不能收的。所长连着点头，真不错的同志啊，金钱都打动不了你，真不错，我们都要向你们学习啊。我代表所里的全体同志向你致敬。说完，对着我就是一个笔直的军礼，全所的人也都跟着唰的一下举起手来。当时我两眼模糊，作为警察都是铁一样的汉子，作为男人，心里面不可能随便的服谁，能让同行对我有这样的评价，就是死，我也死得心满意足了。我笔直的回了一个军礼，激动的说不出来话。良久，一滴热泪从我眼眶流出，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是什么是光荣。所长激动了一会，说：“董刚，你现在是休假的时候，再说你也不是我们市里的警察，这钱你是该收的收，这笔钱不代表你不是一个优秀的人民警察，这是你应该得到的奖励，收下吧。就算你们局领导在这里，也会让你收下的。”想到局领导，我就想给他们挂个电话。所长主动地找到我们局长，我们局长还没起床呢。所长激动地把这里的事情向局长做了汇报，还说：“你们真的是培养出来一个好同志啊，我们要向你们学习。”我把电话接了过来，喂，局长，我是董刚。电话那边半天没说话，可是我感觉到局长很激动。刚子，好样的，你真给我露脸啊，哈哈，你回来，我的鱼竿随便你挑，给钱咱们就拿着，将来还要靠他娶老婆呢，拿着，别不好意思，这是你该得的。放下电话，我慢慢的接过支票，哎呀，心里这个激动啊，一看数字，靠，100万，我的眼睛都直了。不说给50万吗？怎么又100万了？那个女人说：“我们还给他抓到了凶手，这是我们应该得到的。”正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把凶手带了出来。五哥一看人出来了，还想过去揍，我赶忙拦住五哥，给别人一点机会，别你一个人打。五哥平静了一会，坐在床上自己生着气。那个女人看见凶手可真的是疯了，连抓带挠，要不是别人拦着，基本就毁容了。过了好一会，才让别人给拦开。我看了看墙上的表，已经是早上4点多了，正要起身告辞，那个瘸凶手问我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把尸体藏到那里的？道理谁都懂，你去问派出所的人吧，我没闲心和你聊天，我看你就想揍你，就你这样的人，打死了你都便宜。”说完，告别了大家，
我和五哥走出了派出所。我想，剩下的几个尸体不花钱也能捞上来了吧？早上的哈尔滨就像姑娘一样刚刚的睡醒，江边市场上好多叫卖的声音给江边平添了不少的活力。岸边晨练的老人们穿着白色的太极服，舞动着红穗子的宝剑，显着格外的精神。一群人中，有人拉动着圆润的二胡，高声地唱着，声音是那么的高亢。松花江的水也被太阳照得清了，天上的云彩也是那么的轻柔。晨风吹来，一阵凉意，让人越发的精神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